小蚯蚓，欢迎回家。莹莹，你饿不饿呀？我们正想下楼买吃的，你跟我们一起吧。姐，兰姐，我跟他很这一后，他不让我看他电脑，不让我看他手机，跟他同住的几个人告诉我，说他认识了几个有钱人，结果本来他说陪我回来的，可是他接到一个电话，一个女的，他就走了。你回来吧啊，莹莹，这就是你的家，你还有我们呢啊，没事。他走了以后，他不让我跟着，我就偷偷跟着他，结果我就看见他上了一辆敞篷车，上面坐了一个女的。兰姐，你说我能相信他只是贪玩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贪玩是贪玩，人品是人品，不能混淆。行了，不哭啊，不哭。早知道早好。这世上哪个好姑娘不得碰见几个渣男啊？没关系啊。好姑娘就得拿得起放得下，视男人如衣裳，像他那种男人就是地摊货。莹莹，搬回来住吧，我们陪你去搬，就现在搬去，趁那渣男还在外面玩，省得回来见面尴尬。走。你还犹豫什么呀，孩子？非要以后你们吵架吵到公司去，那就更丢人了。兰姐，我感觉我心在流血。行了，我心好疼呀。有姐在呢。哪儿啊？那儿，这儿啊，去开门。就这间。去把门打开。啊，我还以为多好的地方。你行李箱在哪儿呢？那个就是。你看看，这都是什么呀？哎呦，还有这个呢！你看看这是什么？邱莹莹，你怎么自己回来了？你谁呀你？我是他姐。姓白的呢？出去吃饭去了。走，咱们走。哎，等等，小白不在，你们就这么走了，不合适吧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们来拿的都是我妹妹的东西。走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这不打招呼就走，我怎么跟小白说呀？有什么好说的？就白渣男这点家当，我们还看不上呢。你们先走。你是他邻居啊？啊。帮他好好看着。拜拜。我去，回家喽。兰姐，你就这么把他的东西砸了，不会出什么事儿吧？能出什么事儿啊？一是给小秋出口气，二是让他明白欺负女人的后果。仗着张小白脸就想攀高枝儿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，
真当女人是死的呀？来，喝杯甜的，暖暖心。樊姐，你不是说这个是治痛经的吗？它也可以美容养颜呀，喝了这个就能变漂亮了，是吧？那我要变漂亮。可是我变漂亮有什么用啊？白主管也不喜欢我。你傻呀！你变漂亮还要什么白主管呀，什么马主管呀、王主管呀，各路主管全都来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可是我还是喜欢白主管，我还是喜欢白主管。哎呀，行了，不想那个渣男了，行吗？渣男不值得留恋啊！我还是想白主管。又是快递吧，背着我到唯品会抢东西哈！都快交房租了，别瞎买东西。都交房子哪还有钱买呀？请问樊胜美是住这儿吧？我就是。你好，我们是派出所的，我们接到报案，说你擅闯民宅，还损坏他人财物，请你跟我们去派出所走一趟，协助调查。你说什么？没事，在家待着啊，姐很快就回来。走吧。渣男还敢报警！家长敢把你带去邱莹莹，你别激动，他既然敢报警，说明他根本就不在乎你，你就这么过去肯定会吃亏的。那怎么办呀？咱们眼睁睁看着樊姐被抓走吗？找安迪，打电话。对，打电话。安迪他那么凶，肯定有办法的。怎么样了？安迪他不接电话呀。那他不接电话怎么办呀？现在都怪我！我要是不爱上那个渣男的话，樊姐也不可能是渣男。行了，大姐你别哭了，你这一哭我心都乱了。怎么办呀？嘛呢？是灵还是死人了呀？门都不关，屋里嚎丧呢。潇潇，你回来的正好，樊姐被警察抓走了，你快帮忙想个办法吧。你当时都损坏了些什么东西？你还记得吗？就有些乱七八糟的，他那儿也没什么东西，杯子呀、摆设什么的。被子，这也算。那还有几件衣服，踩了几件。还有呢？没什么了。那什么都没有，就是些摆设。真没了吗？没了。屋里有一台电脑和一个 iPad， 不是你砸的吗？樊大姐真的把白渣男的窝给砸了？白主管他太过分了，樊姐也是看不过去才这样做的。砸得好，砸得妙，2个字儿：帅爽。想不到平时娇滴滴的樊大姐还有这么给力的时候呢。可是樊姐现在还在派出所呢，这白渣男心真狠。这要是咱们今天救不住樊姐，樊姐就得在派出所过夜了。由我曲筱绡在，能让白渣男的奸计得逞吗？姓白的，你有病吧？你那电脑跟 iPad 谁砸的？我出门的时候，我家里都好好的。等我回来之后，我家里被砸得稀巴烂。中间这段时间只有你们去过，那不是你们能是谁砸的呀？你凭什么说是我砸的呀？保不齐你自己砸的，你多流氓啊！这位小姐，我自己砸的。我没事喜欢在家砸自己电脑玩。那要是按你这么说的话，我家那些东西就全部都是我自己砸的呀。你那些破烂玩意儿确实是我砸的，确实是我承认那是我砸的，但是电脑跟 iPad 绝对不是我砸的。哎呀，小姐，你砸了，我又不追究你责任，你赔偿就好了嘛。赔偿？你想讹我钱是不是？你穷疯了吧你？
秋莹怎么能看上你这样的人啊？哎，邱莹，警官同志，他说的这个邱莹啊，跟他是共犯，我得连他俩一块儿告。这个邱莹在我家白吃白住那么多天，我还没嫌他烦，结果他带着他们去把我家砸了个稀巴烂。警察同志，我没有什么别的要求，这件事儿，咱们该拘留拘留，该赔偿赔偿，绝对不能做出不可耻的行为。你说谁不要脸？我说你不要脸呢，你看你不要脸的样子。行不行？行了，吵什么吵？这什么地方？菜市场吗？吵有什么用？他说你砸了他电脑，你说你没有，你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你没有砸他电脑。我有证据。警察同志，这是我砸完以后拍的照片，拍完我就走了。警察同志，他完全可以在他砸之前拍这些照片，这个一点说服力都没有。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呢你？行了，他说的也不无道理。对，这张照片确实是看不出是砸之前拍的还是砸之后拍的，除非你有什么证人能证明你没有砸。我砸之前我就让他们两个就出去了，我有个证人，他同屋。我砸的时候他同屋就在，我拍照的时候他也在，拍完照我就走了，你可以把他叫过来。啊，那是这样，你现在就给你同屋打一个电话，让他马上来派出所一趟。具体细节我们还需要再核实一下。有这个必要吗？当然有必要了。对呀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他两个没有经验，一问三不知，不知道是来的哪个分局的，也不知道人现在去了哪儿。你帮我查一下吧，他现在人在哪个派出所呢？战胜的胜，美丽的美。哎，是不是应该先请个律师啊？这电视里说律师来之前先不要说话。请什么律师啊？这摆明了是那姓白的搞的鬼嘛！肯定是不知道虚报什么损失了。像他这种人啊，就算有什么值钱的货色，也全都挂在身上了。请律师只会让事情更麻烦。我们现在当务之急是赶紧让樊姐出来，对不对？关系。喂，阿杰啊？没有，是他胡说八道，是他血口喷人。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呀？为什么不信我的呀？是他和人先告状，是他见异思迁。不是，我现在跟你们说不明白，我等见面再跟你们说，行吗？你们别再问我了，你们再问我的话，我要自杀。怎么了呀，莹莹，这又怎么了？我爸妈那个渣男给我爸妈打电话，说我见异思迁。说是我在外面花天酒地，他这人怎么这样？莹莹，还是我跟你爸妈说吧，不然他们担心了，真从大老远来了，不就麻烦了吗？啊！喂，叔叔阿姨啊，我是小关。莹莹她不是那样的，我们天天在一起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她呢？对啊，阿杰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这件事情啊，你必须帮我搞定。邱莹莹，你有没有良心呢？我在帮你捞樊姐呢，你想阻止我不成？不是，不是什么？说话大声点。你是蚊子啊？你才是蚊子呢！你才是蚊子！我问你，你怎么看出来白主管是渣男的？姐姐身经百战，知不知道？本小姐还知道你明天别想回公司上班。渣男一转圈好陷阱，准备落井下石。他已经告到我爸妈那儿去了。本人真的是无药可救啊！你怎么不把你的银行卡、账号、密码一锅端了告诉那渣男呢？哼，你佛山无影腿这么猛，怎么不用到渣男身上去啊？
哎，叔叔阿姨，我不和你说了啊。说又怎么了？什么叫我又怎么了？我正在到处打听樊姐的下落呢，有人就扑上来狗咬吕洞宾。小关，你能把这人拉远一点吗？我接个电话，有消息了。哎，行了，杨姐，你别闹了。秀是来救樊姐的，你把她气走了怎么办？樊姐怎么办？你就让她在派出所过一夜呀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打听到了，果然是渣男报的案，人现在就在渣男门口的派出所呢。我现在就过去。我也去。得了，渣男人现在肯定也在派出所呢，你就不要再过去添乱了，好不好？你要是过去给渣男当场破镜重圆，樊姐肯定吐血给你看。你要是当场踢你的佛山无影腿，那是给我们捞人添麻烦。像你这种没有自制力的人，还是少去现场为妙。我要杀了他！我要去杀了他！那全被我猜中了，那更得拦着你了。我去！小关，你看好他，不要让他再闯麻烦。您在这等着我，乖乖等我消息吧。我要去杀了那个小人！你别闹了！为什么大家每次做为你好的事儿，你就是不听，非得闯祸了才肯罢休呢？你为什么做事就不能想想后果？我求你就听我这一回，把樊姐救出来再闹好吗？你就是白先生的同屋是吧？对，是这样，我有几个问题需要问你一下。请问，樊小姐拍这张照片的时候，你是不是看到了？对，当时是当着我面拍的。那她拍完这张照片之后，有没有做其他的事情？砸电脑，砸 iPad？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啊。你要知道，在面临调查的时候，我国公民有义务配合调查，并向我们说出实情。如果有包庇或徇私的行为，一经发现，将连同被包庇方一同追究责任。我再问你一遍，这位樊小姐拍完照片之后做了什么？她拍完以后就出去了。没有再进白先生房间吗？没有，她就跟我说让我跟小白说东西是她砸的，然后就跟邱莹莹他们走了。人呢？楼上呢，应该没什么事儿。阿金，去把车停。这渣男，踢腿还敢报警，真是渣出新境界啊！我到时候看一看，他还能折腾出什么花样。这人跟你到底什么关系？没关系，邻居大姐。哦，上次 Mint 酒吧那个吧？对啊。行啊，曲筱绡，没看出来你还挺有爱的啊。边儿去啊！这大姐吧，我原来挺看不上她的，一身的冒牌货，还自以为自己挺美，一把岁数了还老跟小姑娘争风吃醋，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。但是她这事儿干得爽，仗义。姑娘们要都像她这样的话，这世界上的猥琐男至少少一半。我帮她纯粹对事儿不对人。今天这件事情呢，樊小姐已经照价赔偿了你东西的损失费，而且还向你道了歉。最主要的是，人家对于你这种污蔑她的行为，全当你开了个玩笑，不予追究你的法律责任了。你还有什么异议吗？没有。那这件事情咱们就这么了了。你们二位跟我过去签个字。啊？这就完了？看样子大获全胜了。美姬，早知道不需要我帮忙，我就不来。行了，这没你事了，先走吧，酒吧等我，我到时候过来找你。那我撤了。拜拜。拜拜。以后做事情可不能这么冲动了啊！法治社会嘛，大家都要遵纪守法。谢谢你啊，警察同志。走吧。樊姐，你说你为什么总逮着 HR 这种没有油水的位置不放？
你应该去干业务啊！你这么能忽悠，警察都差点拿你当亲人呢。可不嘛。哎，你来干什么呀？你们怕我出不来啊？怎么可能啊！啊，这点小事还用得着你们吗？我这不没事了吗？上车吧。行了，别装了，差点拿你当女侠，原来这么不堪一击。你担心什么呀？有我呢，不行还有 Andy 呢。再说你一脸风骚样，警察哪舍得让你过夜呀？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我这是第一次因为私事进派出所，我能不紧张吗？啊，我就是当时图一时之快，我把那东西全砸了。可是没想到这姓白的竟然敢诬陷我，他把自己电脑砸了，还搭一 iPad。还好，他那个邻居还算是老实，不然我今天压根就出不来。我什么？你竟然放过电脑没砸？那你都砸什么了？砸被子、砸枕头、进弹灰啦？哦，我真的是高看你了，不爽，一点也不爽。哎呀，我要是砸了他电脑，你当我傻呀？我还是有法律常识的好吗？我如果把那电脑砸了，量变就变成质变了，那够我在里面待几天的，才不怕什么呀？砸就砸了，砸得越狠越好，甚至在他桌上插把刀，那姓白的只会越怕你，说不定啊，连警都不敢报，连夜卷铺盖滚出上海，你信不信？人都是欺软怕硬的，你在那虚张个声势，砸几个枕头被子，人一看你就是虚啊，肯定照实打回来了。幸好现在实验站手机都含摄像头，否则呀，你就在里边蹲着吧，我才懒得捞你这种犯小事儿。行了，这事儿就这么打住了啊！看我以后不收拾他。算了吧，这次给那姓白的枕头被子弹灰，下次给人衣服弹灰啊？对付这种人还得我上场，但是他这人太渣，你又太笨，搞得我都没有兴趣。我宁愿照看流浪猫、流浪狗，也好过理你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。开车吧。你不回去啊？大周末的，我总不能把时间都耗在你身上吧。拜拜。谢了。别闹，出什么事儿都没关系，有姐在呢啊！行了，别在这哭哭啼啼的，让我想听着跟什么似的。哎，踩上我脚了！这些孩子，我真是……在这里，还有这里和这个地方都签，这人还都没来齐呢，怎么签？他们昨天都签过了，就剩你了。哎，您好，请问这是红光有限公司吗？这儿不是，那个往那边走，第2个口。哦，好，谢谢。董事长，这个是咱们这个月的财务报表，您看一下。这怎么又报出去这么多钱？是的，这个月是这样。你
把咱们的那个财务规章啊再复印一下，然后每个办公室都贴一份。好，知道了。莹莹，哎，这些拿去报销一下，我晚上出差，等钱用。去哪儿报销？哦，财务部。我晚上要用啊。去就去，谁怕谁呀？狭路相逢勇者胜。再说了，错又不在于我。一切猥琐的都是纸老虎。莹莹，白主管出去了。哦，你是来报发票的吧？给我吧。谢谢啊。因为我们经理晚上出差，所以麻烦你稍微快一点。行，弄好了我给你电话。行，谢谢。没事。进来。白主管，哎，这是邱莹莹的报销单。这单子做的不对，你让他重新做一下。哦，啊，好。娜娜，哎，下午要是有人过来找我，就说我去下面工厂。哎，好。他躲着我，他竟然躲着我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见他了，他也看见我了。我还在想，他看到我以后会不会想着怎么来跟我解释，怎么道歉？我本来就在想了，如果他来跟我解释的话，我会不会原谅他？可是他见着我他就走了，这男的一点担当都没有。邱莹，你别傻了，他但凡对你有点情谊，就不会把樊姐告到派出所去。这没遇见更好，我还怕他遇见你找你麻烦呢。我知道他干了特别多混蛋的事儿，可是我现在心里面特别想着，要是那些混蛋事儿不是他干的多好呀。小关，你不理解我那种感觉，你特别爱一个人，你跟他在一起那么美好，可是我就是不明白，两个人之前那么好，为什么说变就变了？那么多美好的回忆一下子就全都没了。邱莹莹，我先不说。邱莹莹，你怎么回事情啊？上班时间一直在打电话，公司是派你来聊天的吗？对不起，我下次注意。报销款呢？拿到没有？还没有呢。财务部的娜娜说，等他批下来就给我。我不是已经跟你说过了吗？晚上我要出差的，这都已经下午了，你怎么做事情的？他不来电话，你就不要打过去催一下吗？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催。娜娜，我们经理那个报销单好没好呀？啊，我正要跟你说呢，白主管说啊，这报销单贴的有问题。我去找他去。哎，不是，他又出去了。那怎么办呀？我们经理今天晚上出差就得用钱，我之前跟你说过呀。我们领导这么说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哎，你跟白主管关系不是挺好的吗？要不你打电话问问？
行，谢谢啊。打就打，谁怕谁？喂，那个，我们经理的报销单怎么回事啊？经理今天晚上出差就得用钱。你那个单子有问题啊！谁让你用铅笔写说明的？税务查长专查这种，你知道吗？还有，里面有一张餐饮的票有问题。等我回去吧，我找给你。你现在在哪儿呢？你什么时候回来？一会儿发票给我开个会议费啊。好的。你怎么回事情啊？进公司都1年多了，连个发票都贴不好。我之前也是那么做的，他们也没说什么。你还有理由？每天都在办公室坐着，就不知道怎么跟财务部搞好关系吗？啊，小白，我是李经理，听说你在外面是吗？你下午回公司吗？啊，没什么事情，就是报销款的事儿。我今天晚上要出差，今天能够拿到这笔钱吗？啊，行，没事没事，那等你回来再说吧，好吧？好。小白在下面的工厂抽查核对库存，下午3点会到公司，你记得给我盯紧一点，该改的都改了，把钱拿回来。嗯，知道了。行了，没事了。喂，你好。莹莹，白主管回来了，你赶紧过来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马上过来啊。你说报销单有问题，有什么问题？我会去改。你看啊，把里面的铅笔痕迹去掉，用黑色水笔写一张说明附在里面。还有，里面有一张餐饮发票像是假的，你去问问你们经理，做好了再拿给我。什么真的假的？你自己看看，自己看看，这个就是我跟客户在前面郁金花园吃的饭，有问题吗？可是这是他说的。我不管啊，现在都已经4点半了，你赶紧把这事情给我搞定，把钱拿回来。如果还有问题的话，让他自己来找我。还不去啊？秋莹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住宿发票单的日期超规定，为什么不附文字说明？天天报销，这点规矩你不懂？我一直是这样做的。上次会议大家已经沟通过这件事儿了，这次报销实报实销。我们财务部啊也是按照公司的财务规章做事。如果你说这个事儿上过会的话，请你拿会议纪要给我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是不是你徇私舞弊啊？经理，好了没有？怎么回事啊？白主管说，这次住宿发票单日期超过规定，让我附文字说明给他。我跟他说了，这次报销实报实销，可是他让我找出会议记录给他。你怎么办事情的？越活越回去了。报销程序怎么会出错呢？我这今天才让你办了1件事情，这都快下班了，都还没搞定。你到底是怎么做的呀？经理，
知道你是故意的。我告诉你，照老规矩，你究竟报不报？我也是按照公司的规章做事儿，不报。你想怎么样？故意搞我是吧？是不是我拿出会议的记录给你？你还有下一招等着我呀？搞你啊！我当然是搞你了，我早就搞过你了。经理，我要举报白主管假公济私，打击报复，还有材料不给我报销，他追求我不成，这是人害手段，把公司这台电脑亲自砸了，他还说是我朋友打的，诬陷我朋友，他还报警，结果闹到了派出所。没事，这事儿怎么做？他没光到人身犯出来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大家不信的话可以去调查。闭嘴！血口喷人啊你！我没有血口喷人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如果大家不信的话，可以随便调查。我还知道，他串通底下的工厂，把自己吃饭的发票加在工厂账单费里一起报销。我知道就有10月13日明祥饭店的一张，还有10月17日必胜客的一张，这都是前天他自己亲口得意洋洋的告诉我的，说是少额面额可以随便混随便发，没关系。我告诉你了，我还抽你呢！别拉我！小白，你干什么？经理，他疯了，他跟这儿胡说八道，血口喷人。经理，没有血口喷人，我说的都是实话，我绝对没有骗大家。经理，我跟您说实话啊，他为了报假发票，他跟我睡觉，让我在公司庇护他。这种女人说话不能信啊！你放屁！我才没有呢！查电脑、查账，现在肯定都能查得出来。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冤枉一个好人，可是我也绝对不会帮我一个蛀虫。你就不是什么好人！你才不是好人！你要不要脸？你才不是好人！你才不要脸！你才不要脸！好了，小妹别哭了，发泄出来就好了啊！别哭了，白部已经去查账了，消息一会儿就到。别哭了。真是没想到，这个白主管平时看起来人模人样，内里竟是这样的货色。不过说真的呀，女孩子呀，还是别跟这种人闹。你看，给泼一身脏水，惹得一身流言蜚语，以后啊，一辈子都洗不清。对呀，你以后遇到这种事儿，你还是忍忍吧。像那种臭男人，早晚会有人对付他。我自己就能对付他，他觉得我搞欺负是不是？我才不觉得呢。不过就是经理出差的那个备用机还在报销单上呢，让我能不着急吗？你们帮我去催那个报销单。行，如果经理今天下班，那个报销单你可就完蛋了。我好了，知道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不用管我，我想自己静一静。你们先走吧。那你一个人在这静着，我们先去弄报销单。别哭了，我这个男人。走啦。我这边准备下班了，小关说他需要加班，你需要我顺路去接你吗？我工作已经都做完了，我准时下班。你怎么了？那个姓白的对不起你了。不过我也闹回去了。好吧，我15分钟到，你等我。好，你不用担心，我自己能解决。拜拜。喂，你好，邱莹莹吗？这里是人事部。人事部。关于白主管的事情，我有话要问你。我真是看走眼了，邱莹莹，你给我等着。等着就等着。
不怕你。小秋啊，因为今天发生的事情，所以公司决定暂停你的工作，同时终止小白的一切工作。我们会本着公开透明的原则来调查此事，并且调查在此次事件中你所扮演的角色。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呢，我们先会替你保管你的出入门卡。可是我是举报者呀，我没有贪污啊，为什么要停我工作呀？停几天呢？这停工作的期间还照常发我工资吗？这个你放心，公司啊会赞赏你的检举。等调查工作结束之后，一切水落石出，公司会酌情补偿。行，反正我问心无愧，我相信公司。安迪姐，嗨，所以在那之后，你的人事经理把你叫过去，暂停了你的工作，还没收了你的门卡。安迪姐，你说这什么意思呀？我举报了白主管，公司要停也得停他的职，为什么连我的也一起停呢？我也刚回国内，国内这些人事我不是很清楚，要不你问问樊小妹吧，她是资深的 HR， 她应该懂里面的门道。喂，樊姐，我莹莹，那个，我有点事儿，现在想问你。我现在在外面看房子呢，有什么事儿回去再说吧，好吗？行，好，那行，先这样，拜拜。那行吧，樊小姐，您要是不满意，我再带您看下一套。好。安迪，我这心里特别不踏实，你要不跟我再说点吧？你说什么都行，我现在老胡思乱想。可是我不太熟悉人事的那一套，我能给你的也只是一些不专业的意见。不过我刚才听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你的那个人事经理，应该在平时就不怎么善待你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安迪姐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公司文员关系可好了，但是我们经理眼睛都是向上的，我们都是他奴役的对象。你们公司的助理不也被你们差遣的没时间睡觉吗？不一样，如果是我的手下接二连三的被退票，我会怀疑其中有猫腻，肯定自己出面。肯定你平时做事丢三落四的，猥琐男知道你们上司不待见你，故意给你设的局，让你被你上司骂。我一想还真是的，我之前跟他抱怨过，没想到他拿这个设计我。可是我们公司同事跟我可好了，我哭的时候他们还安慰我呢。关关，哎呀，关关，累死我了，快快快，借个肩膀靠一靠。你怎么也这么晚啊？又加班啊？你呢？我帮老同学看房子。哎呀，你是不知道，现在房价高的离谱，别说是买房子了，就连租房子都贵得要死。上海居大不易啊。哎，莹莹她今天联系你了吗？也不知道她跟那白渣男怎么样了。他倒是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但是听情况好像不怎么样。人事部的经理说先暂停我工作，等公司他们商量好以后，调查清楚以后再通知我。这个白渣男还有些道行，我真是小瞧他了。这事儿比想象中的大。哎，把你人事部经理跟你说的话详细告诉我。他就是说什么赞赏我举报白主管这种行为，但是呢，先停止我的工作，让我回家待命，然后说等他们调查清楚以后再通知我，再酌情给予我补偿吧，大概就是这些。安迪还问我说，是不是平时我的主管经理对我不好？他让我特意告诉你他问的这句话，让你作为参考。
樊姐，安妮姐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呀？因为我是人事部的呀。一般情况，如果有上司关照的话，我们人事处置员工的时候都会有所顾虑，会跟他们的上司商量之后才行。现在这个情况，对你不利啊。莹莹，你不是跟你们单位同事关系挺好的吗？那你跟他们说说，让他们帮你求求情呀。跟普通员工关系再好有什么用？无非就是平时办事的时候方便一些，真要到紧要关头，根本就派不上用场。安迪他让我参考什么呢？参考什么？我明白这个白渣男为什么一再扔你的报销单了，因为他知道你跟你上司的关系一般，对不对啊？他正好借你经理的力量来打压你，打压到你急躁为止。这样你会怎么办呀？你会把他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跟他当面谈判，只要你去了，你就占了下风。你为了完成上司的工作，你必然会答应他些什么？他正好拿这个来要挟你，笨蛋！这猥琐男他真不要脸，莹莹，你千万不能理他。我理他了，但是我没办法呀，那我得去找他报销啊。他当着我一个人的面前，他说了好多下流话，我当时我一气之下我就冲出去了，我当着全公司人的面，我把他一锅端了，什么他砸电脑，还有他自己吃饭报销单跟工厂的报销单混在一起报，我全给他说出去了。当时那个财务部的那些人全都乱了，我估计现在他们还……邱莹莹，你是不是笨呢？啊！哎呦，这个砸电脑的事就算了，贪污这么好的一个把柄，你怎么就抓不住呢？他第一次把你扔回来的时候，你就告他拿贪污这事儿来威胁他，你信不信？他立马投降。哎，你这是干什么使的啊？这里面装的什么呀？你怎么就不用计策呢？我现在回味出来了，可是我现在回味出来，我也没办法了呀。我当时我问我们那个人事部经理，我说我什么时候能回去上班，他似乎给了我答案，但是似乎又没给我答案，我怎么办呀，樊姐？我帮不了你。小秋的事情都搞定了，正在解决呢，超乎想象。其实我想到了一些办法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说。哎，你让他找我跟我说那些话，是因为你的想法跟我一致吗？叫上他们到我这儿来吧。好啊。一般遇到这种事情，一定是2个人一起处理，但是你们公司最终的决定应该还是要看你的上司。可俨然你跟你的上司关系并不好，所以我想你的公司应该是会放弃你。可是我没做错什么呀。安迪，你这个背带真好看。你心真是够大的。啊，你怎么能什么都没做呢？你窝赃包庇啊！任何人都有理由相信，也许你跟这个白渣男如果不是闹翻的话，你会一直包庇下去。所以即使你有理由能够说服公司你并没有窝赃包庇，可是没有人会喜欢惹麻烦的人。你只要惹麻烦了，一定会放弃你。换作是我也是一样的考虑。我再补充一点，就是小秋上司的想法。这个世界上啊，没有人的屁股是干干净净的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把柄，没人纯洁。所以江湖人最讨厌的就是不懂规矩的人。小秋，你就是那个不懂规矩的人。我怀疑这个白渣男啊，最初只是想把你约出去，让你私下跟他保证你可以守口如瓶，顺便是不是可以占点小便宜什么的。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你这么不懂规矩，所以你乱拳打死老师傅，这是江湖人最不乐见的，也是你经理最不乐意看到的。江湖规矩第2条，屁股不干净的人呢，最讨厌身边的人嘴巴把不住门。你当着你经理的面接白渣男的短，你经理还敢用你吗？啊，他只要不想用你，那么你的暂停就会变成被辞退。理由很简单，就是安迪所说的窝藏包庇，到时候你连说理的地都找不到，说不定啊，他们还会起诉你。什么起诉我？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？可是莹莹也是被白主管害的呀，你要不要去跟人事说清楚？可是小秋并不是骨干啊。
可有可无啊。可是莹莹跟他们公司同事的关系都非常的好，如果他们集体挽留，也没用，都是一些可有可无、无足轻重的人，太悲哀了。没关系。安迪和樊胜美两人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职场新人邱莹莹所犯的忌讳。职场如同江湖，江湖有江湖的规矩，不懂规矩的人已无法在江湖立足。邱莹莹初涉江湖，不懂游戏规则，横冲直撞，当众揭短，人人自危，只能被 out 出局。有的时候，年轻并不是一种优势。喂，你好，我是邱莹莹。我是人事部，我代表公司正式通知你。经过调查核实，我们认为白主管和你都有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，所以从今天起啊，你不再是公司的员工了。可是我举报了白主管呀。考虑到你检举揭发白主管的行为，公司会支付你这个月的工资。至于你留在公司的物品，我们会帮你清理好，你可以随时过来取。我刚才没听到，我这边同学聚会呢，还得等一会儿才回去。那行吧，那你跟你们同学玩吧，别管我了，让我自己难过吧。那我尽快啊，拜拜。哎，守关在这里。张姐，我刚才打了个电话，来，喝酒，来。师妹，来陪师兄喝一个。我不太能喝酒。现在工作哪不喝酒啊？来，再说不会喝可以学嘛。来，师兄先干为敬啊。少喝一点，我真不太能喝酒。哎，师妹，你少喝点呀。哎，好好喝着啊。师兄，我真是不是特别能喝。不是，小关他酒精过敏，他不能喝酒，我替他喝了。哟，小林，你这是英雄救美啊！来，哥几个，他确实是不能喝酒。喂，小秋妍，樊姐，你在哪儿啊？我被公司开除了，早点回来吧。那怎么办呢？关关呢？我给小关打电话了，他说还有同学聚会，你要早点回来的话，咱俩一块出去吃饭去。你就别等我了啊！我刚从公司出来，还要去看房子呢。你自己一个人乖乖的吃饭好吗？我会尽快回去的啊，拜拜。你现在已经又失业又失业，没钱，没男朋友，连个吃饭陪的人都没有，这活得也太失败了，太失败了。说好陪你一辈子，说好陪我一辈子的，骗人，
骗子！大骗子！爸，你怎么来了？接到你的电话不放心，赶最快的一班车过来了。你怎么不开灯啊？啊？我把工作弄丢了，我没钱交房子，我也没钱交物业了，我也没钱出去吃饭了，你带我回家吧。不哭了，不哭了啊！爷呀，爸爸也没吃饭啊，家里有面粉吗？爸爸给你做烙饼。啊，有那儿呢。好，不哭了啊，不哭了。喝太多了。林师兄啊，刚才谢谢你为我挡酒。这有什么的？小姑娘不会喝酒很正常。他们说等会儿想去唱歌，你去吗？我就不去了吧，这么晚了我就回家了。这么早就回去了？果然是个好姑娘。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呀？我当然是在夸你了，我怎么会损你呢？你看现在的女孩子个性都太强了，要么就是女汉子，要么就是公主病的，还是你这样的好，乖乖巧巧的，一点也不麻烦。我刚买了车，就在前面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？不用了，我打个车就行了。你跟他们去唱歌吧。那好吧，那你自己注意安全。你到家了告诉我一声。好，那你也别开车了，喝酒就别开车，找个代驾。谢谢师妹。拜拜，师兄。拜拜。哎，小林啊，咱们赶紧赶下一场唱歌去啊！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走了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好吃。爸爸把所有的面都给你发了，吃多少都管够。可是吃一顿有什么用啊？等了以后，我又要挨饿。我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了，租房要钱，物业也要钱。我不想在上海待了。莹莹，爸爸是咱们家第一个从农村进城的人，你又是咱们家第一个进大城市的，一定不能退步啊！你一定要在上海坚持住。我不想在上海待了嘛。我们同学都回老家了，他们回去以后要房有房，要车有车，还有家里人照顾。我一个人在上海，我多可怜呀！而且他们都欺负我。你呀，你不能一有困难就打退堂鼓，那留在家里的都是没出息。难道你想和爸爸妈妈一样啊？就在那么一个小县城里，一辈子没出过国，没见过大世面，就这么过一辈子？那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。那往高处走，那就得进城去大地方。关关，哎，回来了，我爸来了。哎，叔叔好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没吃东西吧？来来来，吃点饼，吃点饼。哦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我吃过了。你们聊吧，我先回房间了。好好。你呀，记住，工作没了不要紧，啊，暂时没有工资也不要紧，但是一定不能回家。爸爸妈妈就是再穷再苦，也要供着你啊。爸，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呀？买书啊。爸跟你说，人生总有遇见挫折的时候，
这时候就是要努力学习，好好提升自己，机会来的时候才能抓得住。爸，你就真的不准我回家啊？傻孩子，怎么还惦记着回家呢？这儿有3000块钱，你先拿着。爸跟你说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必须留在上海。一时找不到工作不要紧，啊，钱要是不够花，给。一定有方法，失败一定有原因。让我们一起对成功大声的喊出 yes yes。成功到底有没有方法？到底有没有秘诀？有。成功就像你们每一个人脚下的阶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踏着这个成功的阶梯，不断的向上攀升。我想请问，你们到底想不想获得成功 ？Yes。到底有没有秘诀？比尔盖茨，比尔盖茨获得世界成功有方法。yes。一定有原因。对了，对了，请大家举起你们的手。贪婪导致失败，要有自己的梦想。一起。比尔盖茨就是这么成功的。大声的喊出 yes。